大陆在整个南亚大陆哈，它的战略就是孤立印度，因为它是实行大印度主义，对，它而且问题特别严重，它是在南亚还要称王称霸的，搞的关系哈，剑拔弩张。中国大陆就跟所有印度周边国家都结成这种反义联盟。中国大陆是难得我看在这个南亚大陆是实行一种攻击式的外交，也就是直接主动去联络敌人的敌人。然后成为自己的盟友。美国对于新冷战基本上是从一个新的第一岛链现在已经延长到印度了，从日本、韩国、台湾、马尼拉直接到印度，也就变成一个西型包围网。对中国大陆的一种包围。可是印度连这个斯里兰卡都搞不定他那个是动嘴可以实力不足。动嘴可以，实力不足了斯里兰卡跟马尔地夫它的位置是至关重要。可是反而印度呢，莫迪搞了这么多年结果搞到最后呢，对自己选举很有帮助啦。但是对整个布局好像还好但是削了美国不少肉倒是真的欧美这个日本蛮多肉所以只能说印度也是聪明，但是聪明有时候也反被聪明误吧。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最近联合国呢，非常的让人振奋终于有看到一点点和平的曙光那也终于可以停止这个21世纪最大型的人道灾难，也就是呢这个以巴的停火协议在经过了这么多次的失败闯关之后呢，终于在安理会通过了。那最后通过呢，是因为美国弃权那除了美国之外的呢，通通都是同意的。对，状况确实不同一般。以色列呢，纳坦雅胡政府气到呢直接取消了高级访问团在美国的行程那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最近有很多的大事件俄罗斯受到非常严重的恐攻，将近200死那俄罗斯认定就是你乌克兰跟英美的情报机关在后面支持乌克兰呢帮忙协助训练那因为攻击这个俄罗斯就是 ISIS-K 嘛那这个就是 IS 的呼罗珊这个地方我跟大家简介一下，它就是包括今天的阿富汗，然后呢伊朗也就是古波斯帝国的西北部东北部然后呢一直到哪里？一直到这个咸海那里有一个两河流域叫做阿姆河跟希尔河，这样所构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域，就大概就是古花剌子模这个国家，或者是古代呢就是元朝的时候察合台汗国这个位置这个就是所谓的中亚南侧然后一直到南边这个新都库什山还有伊朗高原包起来这一块那这里面就包括了几个中亚国家，那其中就包括了这个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然后阿富汗跟伊朗嘛。那这一次动手行凶的4个都是塔吉克公那包括街头的总共被抓了11个ISK 也承认，但是这后面大家就在猜测，因为过去 ISIS 在壮大的时候，其实以色列摩萨德在背后帮很多训练资金为什么？因为这个 IS 是属于逊尼派的那他们之前在主要培训地方就在叙利亚伊拉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所谓的什叶新月这个就是属于泛伊朗势力的影响地盘等于说来搞伊朗用的。可是他壮大之后，大家脱缰野马嘛。可是整体来讲，大家就怀疑说，那 ISK 也很久没有那么强的活动了，怎么一次来搞这么大的？谁帮他训练干嘛的？所以这里面很复杂。那主要最后具体反应就是美国既然投了一个这个和平协议，等于是否定了以色列的政策，只是不敢直接讲。虽然这个白宫的安全事务发言人科比还是讲得很硬我们力挺以色列到底那可是看起来那包括这个以色列的内阁也出现状况，有一些内阁已经开始撂跳子他说我不干你这等于因为他们其实对以色列来讲，美国的支持是至关这个重要的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大使这一次这个 UN 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样整个国际问题的脉动？第一个，我们先讲这个决议案决议案看起来是要这个联合国共同一致立场，要这个现在在加沙走廊的这个战争停火，就它有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就在 Ramadan 期间斋戒月完了不管了。在戒月就到4月7号，4月7号就不管了，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决议，它就说10天而已，不是 permanent 的，因为俄罗斯的这个联合国代表一直说要加这个 permanent， 就永久的停火，就大家最后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所以在决议文里嘛，就是说在 Ramadan 期间，这才是美国会弃权的原因，要不然美国不会弃权的，对，美国绝对不会投这一票的，而且我看过很多资料，在整个讨论表决过程。这个白宫跟内塔尼亚胡的内阁是完全畅通的，之间在怎么样，在沟通的，完全知道彼此的想法可能的做法。那所以最后大家怎么反应那个以色列当然也做了一个动作，就是说我们这个代表团就不去那边愤怒不去了那美国就讲说我们政策没有改，我们只是要你如何。那上一次之前这个决议案之前，美国的决议案是根本就没有提到停火2个字。而且它的主要内容是要先这个把人质返还，所以上一个决议案基本上
俄罗斯跟中国大陆都投了否决票，那根本就是一场骗局。可是美国对外界的宣传是说他们要求停火，停火的决议案被否决，不可能的，对不对？那所以这一次的决议案是停火，可是呢是只有一段期间 Ramadan 期间，也就是斋戒月期间，斋戒月到4月7号，它的时间效益就到7月7号，所以它的这个决议案对以色列的压力是很轻的，对，所以美国就弃权，因为现在拜登他面临选举跟美国内部的压力啊，他必须要玩两面手法，一方面暗的里面绝对是100%支持以色列，对，可是明着呢，他要摆一个姿态，我也反对你们这种违反人权这种大屠杀的作为啊，我不是没有意见的啊，然后我有去空投啊。我有去如何，你空投的粮食、空投的救援物资，绝对你没有你给以色列的军火那个子弹来得多啦，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虚伪的一个作为啦。对美国来讲，他还是跟内塔尼亚胡串好演一个戏。那现在拜登为什么敢连演这个戏？他以前连演这个戏都不敢，因为第一个考量他在美国的选情。对，因为美国现在舆论越来越怎么样，不支持以色列了。是。那另外一方面，他又要怎么讲呢？又不能得罪犹太的金主，所以这一个部分他就怎么样？他就要权衡衡量。会不会也是传统上这个伊斯兰教等这种少数群体，其实比较支持民主党，在过去。对，尤其现在这个 Michigan 州。Michigan 是一个摇摆州，回教群体大部分他们的能够在选票上展现影响力就在 Michigan 州。因为 Michigan 州是摇摆州，所以他当然不是分秒必争票必争然后选举很现实我认为美国基本上对于加萨走廊的情况，我觉得影响很小。那么我觉得以色列还是既定计划了，那不计代价跟成本跟后果这个加萨的问题对，把它从根铲除吧。看起来还是以色列会坚决贯彻消灭哈马斯的策略，对，到底。对，可是以目前的状况，要彻底消灭哈马斯几乎是不可能，因为打了这么久，虽然号称消灭了哈马斯的军事的第2领导人，号称哈马斯第3号人物，那可是整体来讲，哈马斯对以色列在整个加萨地区的袭击跟反抗，至少我看到是没有明显的下降，而且以军也多次，比如说我进站这里之后，一直被袭击洗脑受不了，他的部队又撤出去了，就反复一直在那边进出，然后就出去之后又把你的医院或把你的一些设施再炸一炸。可是只要今天巴勒斯坦人不离开加萨，你就没办法根除，对他们来讲叫根除。我必须说这个名字非常的恶劣，性质很恶劣，但是以色列激进派就是要把他们根除，那就是要把他赶到埃及去，从根铲除。是，这是他目前就是这个目的但是做不到的话怎么办呢？还是我就跟你绞肉，反正就绞到底，因为快14万人了嘛。对啊，就继续杀，对啊，继续打。那我想最后一 part 我们还是把这整个国际的局势串起来那既然美国没有要在这个以巴的地方向后撤退，他还是要贯穿到底。那他能应付得了全世界的这个变动嘛？那我们可以看到，当美国忙于以巴，事实上呢，恐攻之后，俄罗斯打乌克兰是打得更狠了。那乌克兰也确实加紧在反击两边在互杀的机会越来越猛。可是我们看到在世界的其他角落，很明显美国最近有点没空没空关照这些东西。比如说呢，最近老共把一大堆的船都塞到了台湾海峡，在金门，在台湾海峡，甚至在东部海峡，基本民进党就只能做一招，就是低调装死不回应。就你看管碧人也不见了，不是不回应，没得回应，没有，假装没发生。对，假装没发生那这是不出海嘛？那天我看到大家还记得新竹外海那个对方来的三条船在那边捕鱼，捕了一整天，从前一天捕到隔天早上，捕好捕满才走。结果我们的这个海巡艇呢说风浪太大，我们就不去了。人家还可以在那边作业，捞鱼，然后说那个渔船300-500吨的，你就动不了了。然后呢，最近的27海里有船来，他也不捞了，他就坐在那边，然后传出去，那传出去也是看着目送他离开。然后自由只要写一篇新闻，就写说我们呢广播驱离他。请问你拿什么驱离？你也没水枪，也没水炮同一艘船叫 PP3幺洞洞355艇我就特别关注这一台那这个很瞎。可是为什么我觉得老公在这时候他是双手啦？对于愿意两岸和平的，我敞开双臂欢迎。我们呼应一下第一趴。但是对于你民进党政府搞这种两岸对立的话，我就对你物理打击。我也不跟你客气。我自己观察到是这样，等一下请大师来讲。那同一时间，其实这个老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斯里兰卡。最近前阵子我们也谈到马尔地夫嘛，马尔地夫的总统现在是亲中派，现在下令印军给我滚蛋。那他也跟中国现在关系非常的好。那同一时间，在印度洋上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岛国，我们说这个2点一线，印度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航道嘛，的之一嘛，2点一线，另外叫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最近呢，这个总理到了北京去拜访，哇，大陆这边超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加李强分开接待，而且呢都聊得蛮久的那
大使你怎么看呢？因为马尔地夫跟斯里兰卡刚好这2点一线，这个就锁住了整个印度洋的重要的这个航道的这个过路哈。那这个是不是整个中国在印度洋的布局？那这会不会牵动到整个中美在整个印太地区的博弈呢？就1961年的中国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之后啊，事实上本来之前中印之间的关系很好的，周恩来他们跟那个尼赫鲁啊关系很密切的，大家都是怎么讲，都是殖民主义的受害国嘛，对，大家本来可以同心一命的，可是印度一直要侵略中国的领土，尤其在藏南哈，对，明明是我们中国人的领土啊，藏族的土地啊，还硬是要吃掉，还不断的往前推进啊，所以打了一场战争之后啊，事实上大陆在整个南亚大陆哈，它的战略就是孤立印度。印度因为它是实行大印度主义，对，它还是而且莫迪特别严重，它是在南亚它要称王称霸的，对，所以它压迫邻居。第一个它压迫回教徒，对，所以当时的这个以前的东巴基斯坦，现在叫孟加拉，对，以及巴基斯坦事实上都搞的关系剑拔弩张，跟尼泊尔，尤其这个马来西亚它几个小国，尼泊尔也是非常不好，因为它有这种侵略的倾向，然后把锡金吃掉了，对，然后呢又对不丹实行完全掌控，对，然后呢驻军嘛，南部呢他跟斯里兰卡，他也去颠覆斯里兰卡，因为斯里兰卡北部是这种塔米尔族的，对，还有塔米尔之虎，跟印度南部塔米尔族是互通生息的，在斯里兰卡里面搞这个分离主义，所以呢中国大陆就跟所有印度周边国家都结成这种密切的反印联盟。所以印度他也知道中国大陆是难得，我看在这个南亚大陆尤其60年以后是实行一种攻击式的外交，也就是直接主动去联络敌人的敌人，然后成为自己的盟友。中印边界上之后定调就是对印度是攻势外交，因为印度人是得寸进尺的民主啦。那这2块土地中国还没有收回来，尤其这个藏南7万平方公里2个台湾大。毛泽东讲说这一丢就是两个台湾都不行的。另外这个就是说在这个西岸的这种这边这块也是现在中国是以武力的优势所以把这块领土叫阿克塞钦这块把它保留住了。那所以跟印度关系很难改善，所以就用这种攻击式的外交。那所以现在斯里兰卡来讲的话，印度也当然下功夫美国也下功夫希望把中国的力量弄出去。那最近就是说这几年就是说，因为斯里兰卡的债务出现问题，对，他的政府有倒台，最近已经不吵了。以前一直说是中国的债务陷阱造成的，对，那一阵子去年一直说是中国的债务陷阱，很严重。那其实斯里兰卡的这个债务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他这个美国实行暴力升息以后很多资金，全球资金都移到美国去了，对不对？你这个资金往美国走，你自己本国的货币就会贬值，对不对？造成你的货币相对美国贬值越来越大。然后另外一方面，你的债务都是用美元借的，对，那你美国暴力升息以后，你的所谓的这种债的这种还债的成本利息也增高，对，所以这样双重压力下，这个斯里兰卡是撑不住了。可是西方国家很厉害就说这个原因是中国的债务陷阱。对，所以中国在那边盖了几个港口因为付不钱中国就把它怎么讲，就私吞了。对，其实是斯里兰卡把这个港抵给中国大陆，对，还不起债，还不起。那所以斯里兰卡是一个怎么讲，在这个整个的印度洋里面它是有关键性的战略地位。对，它完全在印度航道上面。如果中国在那边取得战略的这种海军的位置那会改变整个战略局势。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在这个地方有军事基地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中国的生命线。因为你现在中国的这个从中东进口的原油，大部分都要走这条海线，是。然后中国往这个欧洲输出的这些产品，也要经过这里进入苏伊士运河。到底海运还是最便宜的，速度不是最快的。那做陆路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欧班列它的取代性还不是那么高。对，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生命线对中国还是很重要，所以斯里兰卡的地位就很重要。那这次我看他会去，我觉得就是说双方在这个债务的问题上应该取得了一个共识。我看报道就是说，中国大陆应该不是会以免除债务的角度来，那他可能就是把那个还债的期限把它拖宽限期，因为你现在债务困难，我让你2年免付本息啦，那你就停着，我就宽限期嘛，给你一个 grace period。另外一个呢，就变成就是说我对你的贷款的利息我可以减，我不征反减，这已经是很优惠了。
那是不是能够救的斯里兰卡的话，其实斯里兰卡大部分的债务都是跟欧美的商业银行借的，商业银行将本求利，所以他如果不能解决，就是说他现在美国的暴力升息造成他的整个国家的财政这个濒临破产的这个还是很难解决。对，那这个中间我觉得他们就还是希望现在唯一的这个世界的大国里面愿意出手援助还是去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在政策上还是会给斯里兰卡一些怎么讲呢？一些元首吧。是。那可是这个国家它的政情也不是很稳定，对，它也是摇来摆去的。它如果发觉可以在中印之间跟中国敲到更多的东西的话，它也会下手这样做的。所以我觉得不论如何啦，我觉得他总理到北京的话，应该是双方对于斯里兰卡跟中国之间，不管是军事经济政治关系，应该已经得到了一个相当的谈判的成果，最后这个总理去验收。那我想这个应该是象征着印度南亚外交的另外一个大失败。印度南亚外交大失败。那我可不可以说它也是一个中印竞争的环节之一？就是说，等于说在印度洋，事实上，印度虽然一直加强它的海军，比如说双航母，但是整体来讲，在外交政策还有整个这个实施扩张政策之后，反而不扩反缩变成说它周围的国家都更反应了。中国可以给予斯里兰卡的不是只有军事经济还有政治外交支持中国是联合国五常是在国际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过去斯里兰卡中国走得很近尼泊尔跟中国走得很近那巴基斯坦根本就是中国武装起来的一个力量。这个中国所有的一流武器，巴基斯坦都可以拿到，对。而且还一起制造合制这个战斗机，这个所以中国大陆在南亚事实上对印度来也是形成一个包围了，是，所以印度最近不是也把跟菲律宾不过台湾他还不敢，台湾他们想，可是呢，我过去负责跟他们联系过一段时间，他们还没有这个实力了，对，美国在这边会给予印度什么样的协助，或者说这个印太的这个博弈的部分，最后30秒帮我们。美国对于新冷战基本上是从一个新的第一岛链现在已经延长到印度了。OK， 所以就从日本、韩国、台湾、马尼拉直接到印度，也就变成一个西型包围网。对中国大陆的一种包围。可是我觉得他印度连这个斯里兰卡都搞不定他那个是动嘴可以啦，实力不足动嘴可以，实力不足了其实我自己看这个点因为这个斯里兰卡跟马尔地夫它的位置是至关重要，可是反而印度呢，莫迪搞了这么多年结果搞到最后呢，对自己选举很有帮助啦，但是对整个布局好像还好但是削了美国不少肉倒是真的欧美这个日本蛮多肉所以只能说印度也是聪明，但是聪明有时候也反被聪明误吧。